我这个峡谷这里过去啊，那边还有一个小山堡，那个小山堡上呢还有2户人家，那个地方呢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啊！今天咱们走过去探访一下。我们从空中看的话，感觉这个山啊没有多大的落差，但是当你走到这个沟里来呢，还是发现挺大的，对吧？春夏的时候啊，走在这个山间，咱们都不用加滤镜。现在是早上啊，感觉云雾缭绕的，非常的漂亮啊！整个山上呢都有点雾蒙蒙的、若隐若现的这种既视感。大家看他们这个上边为了种烤烟呢，这个工程量也不小，每一块土呢都用这个竹子做了围栏，其实就是怕养的牛羊什么的进到这个烤烟地里边毁坏啊。这边咱们走过来的第一栋房屋，这一家呢是有人住的，但是我估计这会儿都在山上忙啊，因为现在呢是这个农忙的季节，外边晒了一些工装，这里养了不少的小鸡仔，还有一些打饲料的机器。这边呢是烘烤烟的那个烘房，你们在？没准备了嘞。哦，走。我不抽，谢谢，我不抽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那是烂噻。啊？是烂噻。蒸饭噻。还没吃饭呢。我们去准备了才对的。哦。这上面还有几家人呢？这个一家人，这个我们是搬出去了，自己对的，这边是。你都没有的。那这些烤烟是你们种的啊？他们也种的有啊？那他们没干庄稼呀？他种的全部种的是包谷。哦，他种的包谷，你种的烤烟。那你们小孩呢？小孩都上班了。都在上班了。有点这个价格就这了。有点这不噻。看来你也是经常在外面以前哈。我们叶子都搬运。就是搬出去给二厂去3年4年没搬运。然后又回来。说是打工受人管吃，我啤酒吃了。你们年纪应该不大哟。我是比了7年啊。我还以为你们是从另外边拿的桶流路来呀。俺那不搬出去的呀，嘛路到头。当时就是因为搬出去了路才没整好。哦。你在外头搞20几畝烤烟，一年可以赚好钱嘛？10多万块钱哈。我们话说了7块钱啊，就拿他说这个做事这个对吧？大概姑娘2年做3年研究生。我那这也去博士了，反正我知道的。你家姑娘读3年研究生？光在3年就花22万钱，考2等大学毕业。咦，你这个地方还可以呢，供研究生都供出来了。考博士考起来，他身体不好啊就考起博士了没钱？系里头有时借的，我就搞出来。怪不得你也能找那么多钱，确实是供2个娃儿嘞。现在工作应该很好的工作吧？贵啊，航天公司。你买个资料了20多了，也是刚上班1、2年哈。3年了。啊。你们以前出去打工的时候是都1期的吗？是都是2个了？我不知道，他中国经常都这样。那现在是哪情况啊？现在基本上和正常差不多了。这跟有时候这些东西是都花10万。啊，你2个人都做事啊？我搞得压力好大哈。大那个研究生，7那个在大学。正好又生病啊。他又赚了20几万，成年人，2年就够了，后来有病了，后来这些都是。正好呢赚钱多点哈。啊。还真的是你赚钱厉害，按没钱啷哪办啊？很多家庭那个时候要拿10几万拿不出来的嘞。那就办烤烟办多了。还要办烤烟办得多哈？你办烤烟绝对是大师了，20几年了。按照工业计划，比这些打工这2几个钱要生活的。因为办烤烟只有半年时间了，想赚多点的就认个值点，想赚少点就认个多过点。对，
关键你懂的话，可能要比别人赚钱的应该哈。你不搞统一了嘛，全部分级是吧？卖的时候。反正他麻不着我，任何人都麻不着我，对于音乐的行业。你们这边好像好多人来摘考烟哈。反正这个这个可以了。你这边这脚台不是这有2-3年了，他去年亏了1,800块钱，今年这个摘了。你还赚钱呢，他还亏嘞。大陆活得多呢，管理上不到位。这个确实就是管理的问题，干农业就是要管理细致。再说让他去年在请货物、请人、请那老年人手头啊去，哎，老年人今天就想单价红的可以样个。去年我买就不够了。去年我把它做啊，我人都给我4000多，将近5000块钱，没收到的。你帮他干那么多活儿没收？刚刚从上边吃了饭下来哈，朋友们，这个主人家不得了啊！他种烤烟种了20几年，就靠在这个大山里种烤烟啊，供出了2个大学生，其中一个呢还是研究生。特别是在8、9年前啊，正好女主人呢得了心脏病，那个时候呢1年就花了20多万，孩子的学费加上这个心脏病的手术，他都能给他支撑过来，令人非常的佩服啊！这个山上呢，总共以前住的是8户人家，他们8户人家呢就是3兄弟的5兄弟。那再往上走呢，其实就是一个老祖宗了。这里的环境真的是非常不错，大家看看边上呢就是红渡河，这个水呢也是非常的绿啊。这个地方虽然不通公路啊，但是呢丝毫不影响它的美感。如果是人进出呢得走路，但是运送物资呢可以用这个滑狮。运送肥料啊，运送烤烟啊，都是可以用这个来滑动的，相对来说呢，就比人力轻松得多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，我在遵义市汇川区沙湾镇的建设村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有一栋非常漂亮的四合院。相信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呢，都是记忆犹新啊。然后前一段时间呢，这个四合院的主人呢联系到我，他准备把他的四合院还有700多亩的荒山、20多亩的土地呢一并流转出来，这个可能价格是不便宜的哈。然后因为有很多朋友喜欢嘛，所以呢我也来这里来跟大家再次的详细了解一下情况，看看主人家他想如何流转出来，这个费用大概是什么样子啊，跟大家了解一下，再把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，包括交通条件，还有整体离镇上的一个路程啊等等，都跟大家做一个汇报。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呢，自己可以来跟这主人家进行联系哈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到他那里去看一下，他已经在家里面等我们了，走吧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这里呢是处在一个峡谷地带哈，公路呢也是通到了家门口。这个周边这些房子呢，其实都是没有人居住的，所有的房子都是破旧不堪，只有它的那个四合院的房子呢会非常非常漂亮，因为它一直都是在经常回来打理它的这个四合院，所以这个整片呢就他一家还在这里偶尔回来一下，其他的房子呢都是没有人居住的。所以如果喜欢清静的朋友，或者说要搞一点什么产业发展的，这个地方就会非常非常好。上面那里呢就是四合院的地方。这里就是四合院，大家看一下，特别漂亮。这就是主人蒋哥。哎，蒋哥，你说的你这个整体转让，你是哪个想法呀？我没想在这个地方安家了，总得看好点得到几个钱，才卖的，得到做代卖。欢迎那种是有钱的那种养老啊。如果是短租也可以3-5年的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是他要种土地啊，这些投入什么石油什么也有也可以。
山林地它要啷个你可以。你的家种了好多亩啊？我家有20多30亩吧。土地。土地的话，山林有7、8万。像你们家山林那么多，有7、8万亩啊？那你这个房子后面的山基本上都是你的哦？后边那些大山有8多亩，整片都是。你一个人呢？那你这个房子，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讲的有你哥哥的一份了嘛？是现在你全部都只能做主吗？我能做主的来的。你这边不是有方卷是吗？你像你的邻居里面有大概有好多亩是方卷的？20亩吧。都有20亩方卷。那你20亩方卷的话，一年能够产生好多的经济效益啊？你统计过没啦？如果我个人管理好的话，可能整个7、8万。就是那点20亩方卷采来7、8万也没有问题。主要是这个房子，可以进行长期转给他了，永久性的更好。那你大概心中有个价位没得？那些地方嘎哈，顶多就是按杂本上。杂本啷个意思？成都一般普通那个房子，杂一半，只能办一半。这房子这些地方也不可能是很高哈。可能1700、1800，顶多就是那个价格。1700。哎，那你这个不少平方的200多个平方哎。已经200多个地方。就是我说别人来转了你要了你这个房子的话，这样他可以用下你的山林来起不来？山林的不完全可以，只能是合乎国家政策哈，不要乱砍了。一般都不是的。还要啷个管理这些好一点。等于你是想，意思说长期把这个房子拿出来了嘛，就是自己不回来住了嘛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我没有打算来那个地方做，原本想。大概要走4、3年安家。你是老虎啥边的吗？我老虎是。我因为那边前几年我已经买了一块地，有确立有钱。我这边啊，是养老这些可以，但是我们年轻人家里边带到了一老虎哈，小孩子上学，交通那就不便。你这个房子其实很多人喜欢，可能他们城里面的人哈，你今天讲了这个话之后啊，我觉得很多人会愿意来看一下。因为城里面的人他其实也担心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租房子来改造啊，搞那些搞了之后啊，主人家又反悔啊，啷个。有你这种想法，如果说我可以长期留在那，他们就长期留在我就不存在有哪样反悔了嘛。对。他就是只要政府允许的情况下，他啷个倒槽跟我都没关系的。对。其实像城里面人呢，他也不会说给你大动干戈的打造，他也是稍微整一下，然后就是这些避暑啊、休闲一下，就是这种意思。然后他可能这个夏天呐，带起自家的娃儿啦这些这儿来是吧？避暑就是这个用途，他们也是。你这就是有几种方向，一个就是这种喜欢养老避暑的，另一种呢就是他要发展产业的，也可以，两种人都可以。那发展产业嘛，就可以你几百亩的荒场他都可以利用起来了嘛。如果他自己养老养生嘛，他就没得必要，他就只要你的房子就行了。所以是两种方案都可以，就看到时候有人喜欢了，看你和他们两个谈。大家来看一下，它这个四合院呢，有大概200多个平方。这里呢是一个
院坝，然后过来看一下，中间呢就是天井，两边呢都是房子，三边是房子，然后这边呢就是进这个四合院的一个大门。那么公路呢也通到了家门口。再看一下牛栏猪圈，这里的猪圈是有3间，所以呢你在这里可以养猪啊、养牛啊都可以。后边这些呢是菜园，这边还有牛圈吧。啊，这边也是猪圈。这里是修好的2间厕所，所以在它这里你可以喂个10来头猪都没有问题啊，因为有2边的猪圈，相当于6间猪圈，每一间你可以喂2个、3个，所以整体的这个硬件设施基本上都是做得很好，然后卫生条件也非常非常好。这个房子呢10来个、20个人住都完全没有问题。你这个房子里面总的有好多间房子啊？总的有设计，可能有13、14间吧。有13、14间房子。13、14间房子基本上住个10几个人都没得问题的。没得问题。我们进他这个房间里面去看一下。呀，这个里面挺干净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外面这个房子全部都有这个阳台的，而且可以出来站在这个阳台上，非常舒服。然后它也挂了很多的风箱，也可以在这里养蜜蜂，所以这里能够利用起来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。这边就是2排猪圈，这个是厕所洗澡的地方，就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弄好的，自己改造的话也花不了太多的钱，就可以把这里改造很好。这是睡觉的房间，这个呢叫做谷仓啊，以前呢可以用来这个装粮食的。这房间里面也非常非常干净了，这个吊脚楼里面，这里是主人回来偶尔住一下的，你看还有衣柜是吧？哇，都有房间。这就是外面的这一栋房子，里面呢也是差不多的。这个整个四合院和那边的猪圈呢都带给大家看了哈，然后蒋哥的意思呢也讲得很清楚了。我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这里有几种的模式。第一种呢就是养生养老或者夏季避暑的人呢可以来住他这个房子，因为他说的这个价格呢也不贵，对吧？第二种呢就是你来这里发展这个产业，它有700多亩的荒山，有20多亩的这个方竹经济林嘛，然后还有20、30亩的这个土地，所以发展产业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，水源也不缺，是吧？有山有水，然后公路呢也是通到家门口，虽然说路窄一点吧，大概有10多公里的4米宽的一个路。那么这个地方的交通条件呢跟大家讲一下，离这个汇川区沙湾镇呢是大概20公里，离这个板桥镇呢也是差不多20公里。其实用我的感觉来说的话，它这个地方房子流转30多万，我觉得是便宜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房子有3栋，对吧？3栋的话大概占地是200多平米，然后有6间的猪圈。你比如说你要养猪的话，你随便可以养10几头，猪圈都不用建了，就所有东西都建好了。而且我到他这个房间里面去转了一圈之后，他还有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都有啊，比如说床全部都给你装好了，然后每间屋子都打扫得非常非常的干净。你们可以想一下哈，一年养个10几头猪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卖不少钱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周边的这些土地，你可以去种植一点
菜呀、这个草啊等等啊，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一开始他说要转让呢，我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只适合那种就是要做产业的人，但是我来看了他这个情况之后呢，我个人觉得就是你一家人想住在农村来发展，我觉得也未尝不可。因为靠它周围的这个资源，包括它的那些牛栏猪圈，其实你都可以创造这个经济的收入。坐在这里一年，收入个10来万，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你做点养殖，然后它的这个山上的金鸡林芳子每年也可以就是收成个几万块钱。只要喜欢这个地方，只要愿意干，我觉得都完全没有问题啊。几十万买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是很划算的。冬天在这里晒一下太阳也是挺舒服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里的整体情况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。你们喜欢这样的四合院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，也可以私信我哈。